日本和乌克兰发表了联合声明，这个就是剑指中俄呀。日本在这个问题上有点自不量力了。虽说在美国的施压下，他干了这么一手，但是他是在夹带私货，而他夹带的这个私货呢，在很大程度上，那不就是针对和挑战我们中国吗？日本的军国主义开始抬头了，所以有几点呢，我们是要特别的警惕。日本呢和乌克兰他们不是搞了这个联合的声明嘛？其中有一点也要特别的注意啊，他们强调了是要形成一个特殊的全球伙伴关系，借这个机会，日本蹭一下就把自己的地位给提上来了啊！那当然，作为乌克兰来讲，有这么一个地位的提升，何乐而不为的这么一个事情呢？在这个上面，我们可以看啊，日本在里边加了很多的私货。我们来注意几点。首先，我们说呀，日本和乌克兰这件事情其实是美国在施压的结果。同时呢，也是美国的需要，而且在有些话说的，你比如说，他单独的把一些台海问题都要拿出来，这个和乌克兰的危机有什么关系吗？他把这个事情拿出来，其实是美国的一种授意，只不过是借日本的嘴，或者说借乌克兰的嘴，把这个话说出来。那很明显，在这个时间点啊，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闪电式的去访问乌克兰，然后整出这么一份联合声明来，这也是在对冲中俄的声明。很显然，这是美国的需要，是美国全球战略布局的一环，是美国要夯实它的政治统一战线。第二一点，通过这个联合声明是可以看出一些危险信号的。你比如说，在这个联合声明里边提到了这个台海问题，完全是按照美国的口径，把这个台海问题这个国际化了，说它是事关世界安全的一个重要的因素。这个就是美国持的一个观点吧，把我们的内政问题挑成一个世界的问题，你这简直就是开玩笑，这是故弄这个玄虚啊，把这个威胁给你放得大大的，这是美国惯用的手法呀。但与此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是日本的政治私货之一。日本呢想借这个台海来出海，来完成它所谓的政治上的独立、政治上的突破。第三呢，在这个问题上，乌克兰很显然有陪练的这么一个角色。当然了，对于乌克兰来讲，既然美国提出这个东西，那我也就把这个说出来。而且这个呢，也确实符合乌克兰内部一些极端的紧跟美国的这些势力的这个需求。所以从这一点上我们来看啊，你要说以前乌克兰这是它内部的，比如说在议会层面反映出的一些声音是要介入这个台海问题上采取的一些操作、一些动作的话，那么这一次是乌克兰政府它的官方立场上出现了这个松动，出现了个变化，这是一个危险的信号。第三一个，我们就看着日本他自己的真正的私货了吧？这个具体的私货他给加在哪儿了呢？你比如说他提出了给乌克兰3000万美金的非致命性武器的这个援助，而且呢，在不久之后5月份，日本不是要在广岛做东去召开这个G7峰会嘛？这个在这个上面呢，日本很可能要进行一个突破，就是提供这种致命性的杀伤武器，比如说 M270这个火箭炮，海瓦斯火箭炮就是 M270的这个简化版、轻化版的它要给这么一个东西。这里边我们可以看到这是日本非常明显的军国主义的态度，死灰复燃，他是要突破这个和平宪法，要突破这个武器3原则。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美国是在进行各种的政治军事动员，并且呢，初步的有一些成效了并且进行了实质上的推进。你看，美国在对付俄罗斯的时候，他去扶持了乌克兰内部的新纳粹力量从而导致了俄乌冲突。那么在对我们中国的时候，他就要用日本这个旗，要用日本做排头兵，做马前卒，他其实就放纵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所以从这个整体的格局上，我们可以看到日本在这条路上是越走越远，但是它太自不量力了，它的战略方向是有一个重大的错误的。如果说它的军国主义会选择极其危险的复活的这条路的话，那只能说它是自寻死路。